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SQL 的资料储存常见的工具介绍实作一MySQL。MySQL 的话是由 MySQL AV 开发的一个关联式资料库的系统，它使用的 C 跟 C++ 的程序员开发而成的。它是一个稳定高效能的部分。MySQL 的话，它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广泛的使用例如在内容管理系统啊，或者是电子商务是蛮有名的。MySQL 的话，它具有高效能易用性，还有丰富的功能的话，来强大支持众多的应用程式，是蛮理想的选择。然后对于小型的那个开发者的话，还是大型的企业公司使用的时候，它也是提供一个稳定高效能资料库的解决方案。那在众多的关联式资料库里面的话，中使用 MySQL 的一个优势。那 MySQL 的话，它具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社群支持，还有丰富的第三方的工具那这些资源的话，可以帮助使用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快速解决那也可以提高整体的一个使用的体验。那此外的话呢，在支援多个作业系统里面的话呢，它可以灵活去部署在各个环境然后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那 MySQL 的本身还提供了多个储存的搜寻引擎的选择，让客户的话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提供合适的储存引擎，优化系统的性能跟储存能力。那同时 MySQL 的部分提供强大的安全性这些功能的话可以保护数据的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部分被储存还有操作。那 MySQL 的功能里面的话呢，它可以提供多种快速备份恢复的工具。那使用者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内置的工具或第三方的工具，然后定期来做资料备份跟快速恢复，来确保资料的安全性跟完整性。那MySQL 的话有原生的资源 JSON 的一个资料的类型，允许使用者的话储存操作资料结构的 JSON 的数据。那 MySQL 可以满足现代的一些应用程式对应到 NoSQL 的一个需求，然后也可以保持关系资料库的强大的查询那 MySQL 的话也有高效能可延伸的部分，然后它也可以提供处理非常庞大的资料，然后随着你的公司业务的资料的增长那所以呢可以区分跟分片还有集群的方式来扩展这个性能，来提高它的查询它的效能，然后优化它的管理的一个效能部分。那 MySQL 的话在 DB Engine 的部分的排名那在2024年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MySQL 的话在关联式资料库的一个排行的话位居第2，那仅次于 Oracle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那个开源的那个关联式资料库的管理系统。那 MySQL 的话，在一个 Web 的应用程式里面，还有对中小型企业的部分的话，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那它也可以灵活应用于强大的社群资源尤其在那个一些电子商务或者是一些 Web 的一个开发的部分的话那它可以随着数据规模的增加 ，MySQL 的话的扩容性的话的限制可以慢慢的凸显出来那尽管 MySQL 的话在多个应用场景里面都有优势但是在处理大规模的数据的话，它考量的一些其他解决方案的话，还有一些补充，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 MySQL 储存的数据那在 MySQL 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数据在储存主要的是依赖关键的结构，那这些结构里面包含了资料库、表格、列行跟索引。那在 MySQL 的储存数据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资料库它是一个逻辑的集合，它包含了多个相关的表格是一种数据的组织的一个最高层次。那以这样一个例子部分的话，这些资料表的话有一个命名为 SharpDB 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中的话有其他的表格，例如订单表还有产品表等。那同样在这张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表格里面的话储存的数据的基本单元那资料表里面的话又称为表格，它是一个真正储存在资料的地方。那有特定的主题集合这些资料而且把这些资料函资料列的二维表
表格组合。在表格里面的数据的话，依照一定的结构储存。好，那一样在这个 MySQL 储存的数据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资料函的部分对资料表有某些的栏位。那这个表格里面的话有垂直函的分区，每个列的话都有自己的名称，定义它的类型。然后列的描述的表格中储存了每一个部分的资讯，例如表上面的客户的编号啊、姓名等。那这个框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资料列里面的话，有资料表某个记录。那这记录里面的话是一个水平的分区。那每一行的话代表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的记录，包含了数据里面列中的数据。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例里面的框框里面的话，这个表上面的第一笔就是 Alice One 的记录。好，那在表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又圈了 Alice One 的话的下面2笔的红色的框框。它就是一个索引的一种资料库的一个结构，用于加速查询操作。在索引的列上面的话建立，那让查询的操作的话更有快速跟高效的部分。特别在处理大量的资料的时候，索引的话可以提高数据的查询的性能。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客户的编号上面建立索引，可以快速查询特定的客户。例如在客户编号里面的话，这个表里面的话，1的话代表我可以找到 Alice 的资料，然后还有它其他的订单，就是如果我们框框所圈出来的。好，那在 MySQL 中的一个资料的类型，当我们在创建资料表时，我们会去指定每一个新建出来的栏位的资料类型。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栏位的实际的状况，去限制这个栏位中的资料最大的字符的数量。然后在图中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资料类型，然后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3类：数值的类型，字符串的类型，还有时间相关的类型。我们在这边介绍了 SQL 资料储存常见的工具介绍与实作1 MySQL。感谢你的聆听。